我来女儿家帮忙带孩子，女婿却要我交房租。妈，从下个月起，你每个月得给我们交房租。我们这位置4房2厅，精装大平层，家电齐全，房租至少得8000，我们收你一半，再给你打个亲情8折，你每个月交3200就行。你来的这3个月算试用期，不收你房租，下个月开始收。你现在就把房租付了吧。我都怀疑自己耳朵出毛病了，合着我帮他们带孩子，还得感谢他给我免了3个月房租，还慷慨的给我转了正，这是人干事。于是我转头看向一旁一直未出生的女儿柳如烟。你也是这样想的？柳如烟尴尬的笑着，禽兽出国留学7、8年，已经习惯了老美的思维习性，妈，你就配合一下吧。呵呵，留个学就忘了本了啊，要我配合？行啊，既然要明算账，那我也不能吃亏。既然如此，那从下个月起，你们得付我育儿嫂费，请个全职育儿嫂至少要6000，我给你们打个亲情8折，你们每月付我4800块就行，每个月我们可以抵消3200，你们还需付我1600。先前这3个月算你们的试用期，不收你们的钱了。下个月的1600，现在就先付了吧。谁知禽兽却不慌不忙地拿出手机，点开计算器页面。你别急，我还有生活费漏算。他一边报账边算我在这里的1日3餐、生活用品、水电煤气，以及他们偶尔带我出行的邮费、车费，杂七杂八算下来，每个月还要再收我3000。这样一算，还是得我付钱给他，3000减1600，每个月我要付他1400。禽兽把手机往我身前一递，直接扫码支付吧，不用取现金。我看看手机上的付款码，又看看他们夫妻，直接扔下碗筷，站起身。你们请保姆吧，我不干了。禽兽面色平静得很，柳如烟却脸色大变，她着急忙慌把我拉进房间。妈，你可不能走，你走了谁帮我带孩子呀？刚不是说了吗？你们请保姆啊。我请不起啊，妈。这怎么可能？禽兽1个月工资4万，你也有12000，你们会请不起保姆？谁信啊？我没了耐心，抬脚就走。柳如烟拉住我，禽兽请得起，是我请不起。这话我就听不懂了，什么叫禽兽请得起，他请不起？他们俩难道不是一家人吗？面对我的疑惑，柳如烟吞吞吐吐地说了实话。原来他跟禽兽一直过的是 AA 制的生活，一切家庭支出都要 AA 制，每月房贷将近1万，柳如烟要承担一半，吃喝拉撒、日常开支、孩子的开支等等等等，每月他还要 A 上5000，他每月12000的工资就只剩下2000，要是再请保姆，柳如烟就负担不起了。原来这才是他求着我来帮他带孩子的真正原因啊！我看着柳如烟都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，他这是过的什么日子？你图他什么啊？图他挣钱多，这也没你份儿吧？图他精打细算，他1毛都不会给你少算吧？就算是搭伙过日子，也不是这么个搭法吧？面对我的一连串发问，柳如烟反而很认真地跟我说，禽兽强调女性要独立自主，哪怕我们是夫妻，但也是独立的个体，也要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。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我认同。禽兽这是把我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，他是在尊重我，也是在督促我上进。我忍不住探手摸他额头，没毛病吧？这得被禽兽破坏到什么程度，才能这么认可他的做法？夫妻之间是这样相处的吗？这个独立自主在婚姻中是这样用的吗？那还结什么婚，生什么孩子？一个人过，自己挣钱自己花，这样的独立自主不是更舒坦吗？这样的婚姻有什么意义？柳如烟却突然不耐烦了，有没有意义我自己知道，你不懂也不需要你懂。说完，他可能意识到自己语气有点过了，又立马跟我道歉，软了语气。妈，禽兽是我好不容易追到手的，我只想把日子好好过下去，你别让我为难。我在心里叹气，怎么就生了这么一个恋爱脑？大概也是我老了，跟不上现在年轻人的思维了。这种想法我真是理解不了一点。我还是要走。柳如烟苦苦哀求我留下，还表示会去跟禽兽沟通。看着女儿满脸泪水求我的样子，我忍不住心软了。那我就再等等看。结果事情还真解决了，我不用交房租了。就是柳如烟始终不愿意说是怎么解决的。我苦口婆心的劝告，如烟啊，这样过日子终究不是办法的。他摆摆手走了，也不知道听没听进去。1个月后，又有蹊跷事发生了。我早起刷牙，发现洗浴室里的还剩一点的牙膏、洗发水、沐浴露等等，全都换成了没见过的牌子，一看就很廉价。挤了牙膏一刷，泡沫都不怎么起。我去找柳如烟，怎么换了这么不好用的东西？省钱也不是这么省的吧？之前那些用完了，我就换成这个了。其实越贵的东西加的添加剂越多，用多了不好。这是什么鬼道理？刷完牙准备吃早饭，桌上就一碗白稀饭。你吃过了？也吃的这？吃过了，妈，咱们平时吃的太油腻了，以后吃清淡点吧。清淡也不是这么个清淡法，不过我早上一般没什么胃口，也无所谓。结果中午是白米饭加一盘青菜，晚上我哄完孩子再去吃饭，桌上就剩了一碗汤底。今晚菜做少了，要不妈你就着汤吃点得了，晚上不容易消化，吃多了也不好。第二天要带孩子去打预防针，禽兽正好上班，顺路捎着我们去防疫站。出发的时候，我抱着孩子落在最后，等我走到楼下，他们俩已经走远了。柳如烟打来电话，妈，你自己打个车来啊，我在防疫站等你。怎么？
禽兽是嫌我没给生活费？哪能啊，没有的事。妈，你先打车过来，晚了人多难排队。我直接挂断，看了一眼怀里吮指头的外孙，我点开手机购票界面，买了张最早的高铁票，然后掉头上楼，收拾完东西给柳如烟发微信。半小时后我出发去车站，孩子我扔哪儿？20分钟后，柳如烟火急火燎赶回来。妈，你这是又怎么了？现在还不跟我说实话？我提上行李箱，抬脚就走。柳如烟往门前一站，死命拦住我。好好的，你怎么又要走？不是不要你给钱了吗？你闹哪样？我不走，难道留下来继续过每天刷不起沫的牙膏、吃白饭、青菜喝剩汤的日子，出个门坐你家车的资格都没有？你不是说跟禽兽把事情解决了吗？那这2天又是整的哪出？柳如烟张了张嘴，好半天没说出一句话。妈，那房租是我帮你给了，生活费我实在出不起了，就跟他打商量，以后尽量节俭，出门自己解决，他才勉强同意降了2000。那不起沫的牙膏我也在用，白饭青菜剩汤我也吃了，你怎么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呢？我为什么要体谅你？你这不是活该吗？你问过我意见没有？就想当然觉得我会接受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不接受。我懒得再跟他废话，直接用力拉开他，强行出门。柳如烟却趁我不备，抢走我的背包，动作迅速的拿走了身份证。妈，你先冷静一下，你现在太冲动了。说完就抱起孩子，低头回了房间。我沉默看着他，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。婚姻都这样了，还企图绑架我这个母亲。总之，我是多1秒都待不下去了。他以为扣了我的身份证，我就走不了了吗？我直接花高价叫到一辆车，全程1100多公里，耗时13个小时。出发时是傍晚，到老家已经是第2天上午。下车时刚好女儿打来电话，妈，你在哪呢？快回来吧，我要出门一趟，孩子没人看。她语气稀松平常，似乎对我离家1晚上没有身份证，可能连宾馆都住不了这件事丝毫不关心。我在老家了。柳如烟的音量瞬间拔高。什么？你怎么走的？你说不管就不管了，那我怎么办？你怎么这么狠心？柳如烟的声音刺得我耳膜生疼。我本来就坐了10几个小时车，人已经很疲惫了，被这声音一震，头更晕了。我没回他，直接挂了电话，朝家里走去。回到家，老柳正皱着眉头听电话，看我进门就着急跟那边说：“你妈回来了，我待会儿好好说说她。”电话一挂断，他张嘴就开始责备我。你说你一把年纪了，怎么还能做这么任性的事？女儿勤俭一点是好事，总比人家大手大脚的好吧？你说走就走，丢下孩子就不管，你让女儿咋弄？哪有你这样当妈的？他这明显就是只听柳如烟单方面说了几句，就开始指责我。我本来就头晕的厉害，听到这顿数落，更是气得眼前发黑，一张嘴就吐了出来。我只觉得眼前天旋地转，然后就失去了意识。再醒来，人躺在医院里，老柳站在病房外开着外放打电话。柳如烟的声音清晰地传出来：“爸，我跟你还有妈都是各自独立的人，不能因为妈病了就要让我跑这么远回去看她，而影响我的生活。爸，你也是独立的人，如果妈影响到你的生活，你也完全可以拒绝照顾她。”老柳明显震惊到了，声音都高了几个度。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道不同不相为谋。说完，电话就挂断了。老柳盯着手机发呆了好半天，我忍不住咳嗽了2声，他才转过头来，脸上是满满的不可置信。你是因为什么才回来的？你是因为什么才回来的？我心平气和地将一切告诉他。老柳的脸色变了又变，从那之后再也没提让我去给我女儿看孩子的事情。我在医生确诊了轻微脑出血，好在老柳及时将我送到医院，出血位置又不是关键区域，治疗及时，没留下什么不良后果。我在医院住了2个星期，出院回家后又休养了1个月，总算恢复了些元气。这些日子里，我们老两口绝口不提柳如烟的名字。我心里清楚，柳如烟既然能说出那样一番话，这个女儿也大约等于白养了。进医院这件事情给我敲响了警钟，我更注意在自己身上花心思了。很快就是老柳的60大寿了，我们商量好了不请客，就自己在家做点好的庆祝庆祝就行。结果没想到，我们那位高唱独立人格的女儿，竟在这天特意赶回了家。柳如烟拎着大包小包进门，一开门就是满脸的笑：“爸妈，我回来给我爸做寿了，毕竟人一辈子就一个60岁，我当女儿的，千山万水也该回来的。”我纳闷，一个在父母生病时都扬言大家是独立个体，不愿回来的人，会为了一个生日这么上心；一个在父母生病时都扬言大家是独立个体，不愿回来的人，会为了一个生日这么上心。我不禁想起柳如烟家的邻居大姐跟我说的事情。她说柳如烟他们家因为请保姆，被家政公司拉进了黑名单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禽兽竟然也跟保姆要房租、水电、生活费。保姆拿到手的工资，一半都得拿出来抵这些费用。保姆一听都跑没影了，我心里有了几分猜测，没搭理她。可老柳有些高兴。饭桌上，柳如烟一个劲儿地跟我道歉：“妈，那天我不是有意要拿你身份证，我只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坐车，想着找个时间亲自送你回来，但你当场立刻就要走，我没办法才把身份证拿走的。妈，我要是知道你宁愿打车也要当即就回来还病一场，
那天我说什么都得抽时间送你回来，见我还是冷着脸不吭声，柳如烟又开始泪眼汪汪地解释上次没回来的事情。你一走，孩子就病了，闹了好多天，我根本走不开。而且我也是跟爸爸确认过，医生说你没什么大碍，不然说啥我也得回来照顾你。当时我照顾孩子照顾得太累了，脑子糊涂，说话都不过脑子，你们千万别放在心上。妈，你能原谅我吗？看着柳如烟泪眼汪汪的样子，我没说话。老柳先不忍心了，行了，女儿也是不得已，既然她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她吧。一家人哪来的隔夜仇？看着老柳轻飘飘的说话，我心想，这世上果真没有感同身受。他自己在医院接的电话，也知道我在女儿家的经历，但刀子没割在他身上，他就不知道有多疼。女儿稍微示弱，他就心软了。我于是含糊道：那些都过去了，你们最近怎么样？孩子上回生病后还好吗？有什么需要我和你爸帮忙的，你就说。对，我现在也退休了，时间也多。柳如烟破涕为笑，顺水推舟地说了出来。妈，我想让你回去继续帮我带孩子。妈是很想帮你的，可是上回脑出血后，我这身体就不太好了，不能劳累，不然就容易头晕。出院的时候，医生也交代了，让我平时多注意休息，不然随时有复发的风险。柳如烟听我这样一说，眼见着脸色就有些不太好看了。我不动声色，不过你爸现在也有时间了，我带不了他可以带啊，让你爸去帮你。不过你爸现在也有时间了，我带不了他可以带啊，让你爸去帮你。我爸一个大男人能行吗？我适时起身，装作要去盛饭，却在端起碗的时候，假装失手摔了碗，然后捧着脑袋瘫在椅子上喊头晕。朱燕，你看妈这样子，哪还敢给你带孩子？我都怕把孩子给摔坏了。你别不相信你爸，你小时候就是你爸带出来的，他比我还细心。我转头看向老柳，老柳，女儿真要靠你操心了。爸，那你能来帮我吗？老柳刚才自己说的有时间，然后我又是这副样子，加上他那么心疼女儿，他当然拒绝不了。柳如烟立马开心了，爸，带孩子辛苦，我们给你开工资，就照着请保姆那个价开给你。作为你的父母，给你带孩子哪还能收你钱？你把爸当什么人了？有人帮带孩子还不用掏钱，柳如烟求之不得啊！当天就拉着老柳走了。我满心以为，就冲老柳心疼女儿的这个劲，去柳如烟家总该比我能忍吧？谁能想到，只过了3天，他就气冲冲地跑回来了。谁能想到，只过了3天，他就气冲冲地跑回来了。我问老柳经历了什么，老柳一通抱怨。做了心理准备的老柳，在禽兽提出要交房租、生活费的时候，还挺心平气和的。既然工资我没要，你说的这些费用也就别要了。但没想到禽兽却说，我们给你付工资和你要交房租生活费是两码事，你不要工资是你自己主动放弃权利，跟我们无关，这并不妨碍我继续向你行使收取房租和生活费的权利。老柳听傻了，他让柳如烟来说个理。爸，禽兽是独立的人，我无法干涉他的决定，你就配合一下吧。再说了，爸，你的钱以后不都是我们的吗？你就当提前赞助我们小家庭了。老柳想了又想，咬牙把钱给了。可是随后他一晚上没睡着，第二天一早头痛欲裂，还想吐。他想起我之前脑出血的事情，害怕了。如烟呐，快给我叫救护车，我感觉不好了。谁料禽兽听了这话，却没着急打120，反而是张嘴要钱。你昨天付的钱不包括这种突发性的开销，叫救护车的钱你先付一下。爸，你赶紧的吧，别耽误了看病。禽兽和柳如烟的话，差点将老柳当场气撅过去。他最终还是掏了钱，救护车拉去医院，检查过后没有发现问题，大概是熬夜造成的后果。医生给他扎针缓解了头痛，嘱咐多休息，便让他回了家。回去后，老柳就收拾东西要走，柳如烟又故技重施，想要扣老柳身份证强留他。老柳再没忍住，一个大耳刮子扇了过去，父女俩彻底闹翻。老柳在客厅来回踱步，怒意翻腾。如果我真是脑出血，被他们那样耽误，我还有活路吗？嘿，刀子扎到他自己身上，他知道痛了。老柳，我病倒那回，柳如烟说的那番话，难道你没听明白吗？对于他们来说，我们不是父母，不是岳父母，只是跟他们不相关的独立的人，所以他们不会对我们负责。老刘耸拉着肩膀，重重叹了一口气。这次之后，我和老柳彻底断了跟柳如烟的联系，专心过自己的日子。就是柳如烟家那个邻居大姐隔三差五找我聊天，顺带着提了不少柳如烟家的事情。柳如烟产假即将结束，她总算说服了禽兽的，让她同意按市场标准给保姆开工资，但有了承诺，依旧没人愿意去他们家干。大家都担心去他们家后会不会又有什么新的幺蛾子，万一来个控制饭量、控制水电量、超标使用就扣钱这种事，那不纯粹给自己找罪受吗？柳如烟请不到保姆，复工时间只得一拖再拖，最后被公司无情踢出局。既然没了工作，那他跟禽兽还继续 AA 吗？答案很快出现在了我面前，因为柳如烟又回来了，这次进门可没上次的笑模样了，他张嘴就是要钱。你们工作这么多年，肯定有积蓄可以花，工资卡就先给我应急一段时间。你们工作这么多年，肯定有积蓄可以花，工资卡就先给我应急一段时间。他说的理直气壮，
毫无负担。我忍不住想问问他柳如烟是哪来的自信，可以对我们老两口面不改色的提要求。如烟，你真是没有一点自知之明。你需要我们时，我们就是父母；我们需要你时，我们就变成了独立的个体。你可真是个趋利避害的好手。即便是这样，即便我们对他失望透顶，毫无期待，可还是希望他能醒悟，从这样一段毫无意义的婚姻中及时抽身。而且那个禽兽到底有什么好的？夫妻一体，本该是相互扶持，劲往一处使的。可你看看你跟禽兽的这段夫妻关系，你得到什么了？得到了他的自私、冷漠，以及对妻子的窘境冷眼旁观。你竟然还一味的迎合。我是真想骂醒他，可是柳如烟却跳起来大喊：不要你管，你根本不理解我。我终于明白自己的话只是徒劳。在我和老柳明确表态不会将工资卡交给他后，柳如烟彻底爆发了。为什么？你们这是什么父母？有钱也不愿意对我这个女儿伸出援手，还敢大言不惭说别人不好，你们又高级到哪里去？我直接拿他当初说的话回敬他。这不是你教我们的吗？我和你爸和你是各自独立的人，我们不能影响你的生活。同样的，我们也不会让你来影响我们的生活。我和你爸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凭什么要给你？你不是强调独立自主吗？你现在又是在做什么？柳如烟被我的这番话刺激得面目全非，她面孔狰狞，指着我和老柳骂尽难听的话，骂着骂着又开始哭。你们哪里有做父母的样子啊？做父母要包容啊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你们都应该要包容的。我和老柳就坐在那里冷眼旁观，看着这个让我们伤透心的女儿表演，看着哭也不管用后，柳如烟更疯了，将我和老柳的东西砸得底朝天，直到我们威胁要报警，她才停手。柳如烟走的时候，看我们的眼神仿佛醋了毒。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柳如烟这么一闹，我和老柳的心情多少受了些影响，将家里收拾好了，又出去旅游了一趟，心情才彻底舒缓过来。谁料柳如烟家的那个邻居大姐又在微信上发来消息，难得啊，你女儿竟然跟她老公吵架了。我没有回，直接点进她账户里把人拉黑了。我不想再听到柳如烟的消息，如果可以，我也希望她不要再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就行了。我们老两口已经打算好了，等年纪再大些，我们就找个条件好一点的养老院住进去，不麻烦任何人。这之后好长时间我们都没再听过柳如烟的消息，直到很久之后警察来敲门，我们才知道了一个惊天噩耗。柳如烟和禽兽9个月大的儿子没了，孩子被独自扔在家里，活活饿死了。等邻居闻到异味，发觉不对劲，报警后，距离听到孩子的最后一次哭声已经过去整整1个星期。夫妻2人都不在家，警察很快找到了禽兽。禽兽得知这个消息，胆都要吓破了。那天柳如烟跟我吵了一架，就直接从家里走了。我因为要赶着去外地参加项目活动，在微信上告知了他一声，也跟着离开了。我怎么能想到柳如烟竟然一直没回家？警察问他，在柳如烟没有回家前，你为什么就放心丢下孩子出门呢？你就没考虑过柳如烟没回去的情况吗？因为那段时间我和柳如烟吵过好几次了，柳如烟每次都跑出家门，不过都没有出过小区大门，仅仅在小区内转了几圈就回家了，出去了10来分钟而已。这次吵架，柳如烟又跑了出去，我当然以为她像以前一样没几分钟就会回来啊，我走的当然很放心啊。警察又问他之后的行程，禽兽老实交代，他直接去了外地后，又跑了几个地方出差，直到警察打他电话，他才得知惊天噩耗。警察一直未能联系上柳如烟，于是才找到我和老柳。我和老柳消化了好一会儿，都没能从消息中缓过神来。好好的孩子就这样没了，柳如烟到底去了哪儿？连续2天，我和老柳都在尝试多方联系柳如烟，但柳如烟就跟消失了一样，谁也找不到。这天不知道为何，我莫名感觉有些心神不宁。吃过晚饭，我和老柳坐在客厅，又说起柳如烟的事。你说这孩子到底在哪呢？我当然在这啊。一声毛骨悚然的回答悠悠地从身后响起，我和老柳唰地转身，就见柳如烟直挺挺站在2步远的地方，她的笑带着一丝阴森恐怖。老柳率先反应过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所有人都在找你。柳如烟不慌不忙走到我们对面的沙发坐下，一句话不答，自顾自削起了苹果。孩子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柳如烟竟嗤笑一声，死就死了，死了才好。我和老柳震惊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恐。我趁柳如烟低头，点开微信给警察迅速发消息，快来！柳如烟抬头盯着我的手机，你干什么呢？她一把夺过我的手机，但手机已经锁屏，她什么都看不到。她一下子就怒了，把手机一砸，拿起削苹果的东西指向了我。都是你，要是你从一开始就好好配合把房租交了，事情又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？我一切的不幸都是你造成的，你要补偿我，你必须补偿我。柳如烟神色癫狂，我不敢轻举妄动，只得配合着问，你想要什么补偿？把你们的钱都给我，我要离开这里，你们送我出国。可以，
你想去哪儿？美国，我要去美国。我俩一问一答，柳如烟的注意力慢慢被转移了。老柳趁她不备，摸出她平时用来抓背的痒痒挠，狠命拍在柳如烟的手腕上，凶器应声而落。我见机一脚踢进了沙发底下，柳如烟很快就被警察带走了。看着呼啸而去的警车，我和老柳在门口伫立良久。孩子的死是柳如烟故意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希望不是。事情的来龙去脉很快有了结果。吵架后，柳如烟跑了出去，但就在小区里，没几分钟就收到禽兽外出的消息，还看到禽兽下楼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柳如烟是越想越气，在警察的审问中，柳如烟一直在尖叫：我没有了工作，还要在家带孩子，我都没有工资了，还要承担一半的家庭开支。禽兽说可以让我打欠条，他说我们两个都是独立的人，但为什么他一如既往潇洒又自由，我却过得这么狼狈？为什么禽兽可以说走就走，毫无后顾之忧，我就不可以？我也要走，而且我给禽兽发消息了，我告诉他我已经走了，孩子你照顾。我想我都这样说了，他总不会不管吧？他为什么不管？在审问中，柳如烟情绪激动，几次崩溃，警方不得不等他情绪平复下来后，才能继续审问。而禽兽那边被问起柳如烟发给他的微信时，禽兽嗫嚅着说：我收到了消息，我以为他就是故意那样说的，是还在跟我吵架，逼我回去呢。他怎么可能不管孩子呢？我以为晾他几天就好了。禽兽看到了消息，但根本并没有当回事，也没有回柳如烟的消息。就这样，夫妻两人都离开了家，没有回头。等柳如烟留意到禽兽的行踪时，已经过去了好几天。她慌了，她想到那个可怕的结果，她害怕，她躲了起来，直到花光了身上的钱。她想起了我和老柳，最终禽兽和柳如烟都因过失致人死亡，双双入狱。崇尚独立个体，只是禽兽和柳如烟的表象，自私、冷漠、缺乏人性才是他们的基本色。最无辜的人莫过于那个孩子了。只愿他来生家庭健康，有人呵护，有人疼。